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WT 旺财玩具出品的这款红色大明，也就是擎天柱了。盒子外包装还是很巨大的，而且是这种剪影式的，非常简单的一个外包装。一份黑白印刷的说明书，其实是个彩色的，它把这些需要变形的步骤高亮的展示。而且吧，这一家之前出过那个漂移，那个说明书的变形只是很笼统啊，但是这一回的变形就非常的详细了，跟着说明书变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啊。这回做得很好。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这款车型身上其实是可以把大部分的武器都搭载上去的，但是这个长长的斧柄，还有一块巨大的盾牌，这个就没有地儿搭载了。枪炮这些东西，包括背包，在身上一体变形出来，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甚至它的臂爪也可以变成保险杠的部位，这边防撞栏进气格栅。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配件都能收纳起来的感觉。但是这个车型啊，说实话，怪怪的，漫画的一个造型，说是漫画也不算个漫画吧。这款柱子的原型人形是照着铁机巧的那个来的，旺财玩具的第一款漂移也是那个样子。这一款柱子的车型我并没有找到什么出处啊，但也能看个擎天柱的一些车型的元素，其实跟漫画里边那个有一些像。整体来说，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密合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这些缝隙对都挺准的。但是这款车型的变形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必须要严丝合缝的把每一个零件拼合到位，不然的话，最后尤其车门的这一块很不容易崩起来。轮子是橡胶的轮胎，但是滚动起来很皱，不是很顺畅。前轮这里因为变形的需要啊，还做了防转向的那个意思，但是这一块的边缘吧，总觉得卡着一半一半的。车窗这里用了非常漂亮的蓝色透明零件，而且能映衬出来里边胸口的一些纹路造型。雨刮器上面的小车灯也做了这种分色的涂装处理啊。其实，在细节方面做的还是挺用心的，但是这个红色的塑料，我说实话，感觉这个料子的用料不是很高级。而且我感觉挺容易出白痕的，如果变形的时候你不注意的话，有一些地方绊的使力使的严重了，它这个板件挺薄的，所以在变形的过程中，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或者看我们的视频来一点一点仔细的变啊。这款变形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第一步，我们先来把侧面的这些武器摘掉，武器是跟这样卡在帮子上的，然后前方的进气格栅这里的扣子卸下来。这个爪子是合金件，很清脆的声音啊，也是因为这个东西过于的纤细啊、尖锐，所以铸一个合金件挺靠谱。保险杠也可以摘下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裸车的样式。车头的这块其实摘下这些配件也不难看啊，方方正正的。这一块在变形的过程中需要仔细的去调整，尤其手腕里边的一些细节的部位，不然这一块挺容易炸开，不好密合。所以对变形的要求的一个严谨度还是比较高的。车尾这一块拖挂的位置啊，可以看得出来是两条小腿的部分，变形也简单，变完了以后方方正正的啊。脚底这里是合金的零件。整车长度在没加装配件的情况下，在24公分左右，也是一个不小的尺寸了。配件我们可以先组装一下保险杠和进气格栅，组成这个爪子头，全是铁的，里边的这个桩子往下压，扣进去，还挺紧。这个扣子翻起来，一会儿是插在胳膊上的。车侧面这里搭载的炮，可以把这一节拔下来，然后把下边这里全部拆开，接着再把它们扣在一块儿。这个呢，最后也是安在胳膊上面当一个臂炮，所以就武器组的配件内容来说啊，还是挺多的。除此之外，像牵制链一样，还会带这个嘴板的面雕，以及半个口罩被打烂的面雕，到时候在人形的状态下可以替换。然后我们来看这一次挺复杂也挺好玩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我们翻到车尾来看，在脚踝根部的这一块零件上边有一个锁扣，我们把这个地方先拨开。车轮子的这个盖板打开，这里边有一个插扣，180度填上来，然后根据里边
有一个双关节，把它拉出来。这一块里边是合金的零件，注意啊，在车型状态下要把平的这一面放下来，你的轮子就可以放出来了。在人行的时候，它收纳轮子要这样收纳，推上去，变成这个阶梯状，实现腿部的一个造型转换，然后再根据这个双关节翻卷进去，这根部有一个滑槽，往下推到底，然后再往里塞这一节的时候啊，注意它腿里边这里还有一个扣子，就是卡合金的这个原装，所以要来回的挪一挪，调整一下边缘，把这里嵌到位，完美的贴合好，这块缝隙是对准的。好，轮子就收纳成这样。前保险杠这个地方会非常的紧，上下跟进气格栅这里分离。也是挺不好操作的啊！我拿下去使了点力，这个零件的根部是上了漆的，所以会非常的紧。拆下来之后，前保险杠这里左右的扣子也给它卸松掉，然后挪到侧面来，这一片这个缝隙已经炸开了，我们可以把车前脸稍微的往起翘一点点。车门的边缘，注意这一块的边缘走向，还有方框的这个凹槽造型。上下这里有一个扣子，我们先拨松，看，小心一点点，拨开，然后连同前保险杠掏过这个方框来，小心，这个地方设计的我觉得挺危险的啊，因为板件的这个厚度，你看特别的薄。好，挪开。把这一块旋转翻过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形设计跟44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像。接着我们着重来看腿板的这块零件啊，把这里的缝隙稍微的错开一些，根部这里是有一个滑道的，把它拉长。红色的零件一折、两折，卷成一个最小的幅度，然后旋转180度，贴合到这里面去，这一块零件也就卸松了。打开，在变车的时候啊，这两个轴特别要注意，一个是这里的滑槽一定要拼齐，另外的一个，这块保险杠根部有一个双关节，看到没有？往这里搓一下，你才能折下来。变成车的时候啊，你要把它顶到头，推成这个样子，你的保险杠才能拼齐，这一块车前方的挡泥位置才能和车的侧面这里平行，所以变成人形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双关节再折一下，这是一个关键点，一定要注意好。另外还有这一块腿肚子的零件，根部这里也有个滑道，变成人形的时候把它拉开，变成车型要把这里塞齐。所以这块面板在变形的过程中尤为重要。腿肚子侧面的装饰零件，双关节卷开，这一块不太好看到啊，我们调一个角度。打开这个保险杠的时候，根部的这个轴这里有一个滑道，要能往里顶一下。根部这里又有一个缩短的滑道，把这一节缩短，这个眼儿对准了，根部戳进去，把这块扣子钉死。好，这一块的面就拼齐了。接着就简单了，把这块腿板折下来，根部注意放进去。好。红色对红色扣上来，这里边有一个锁扣，把它插住，外边的这个装饰再包下来，夹层式的一个变形，把这腿肚子就包好了。变完形以后，这种层次感还是挺漂亮的，但是这个变形的过程就显得稍微的有一些复杂了，有一些小细节的地方，尤其这个双关节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一块现在锁不住啊，我们可以把腿板的这个零件的扣子挂上去。这回它就锁结实，不会乱动了。然后再把这一块脚踝的装饰零件装过来，前面的这一块打开，脚尖翻折。这里吧，其实看自己的需求，因为它根部其实有一些转动的方向，往下拉一拉也行。把这块折成这样，顶起来，露着灰色的边儿，或者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你把这块炸开，把这灰色边折到里面。翻到后面，脚后这块造型零件，再把它翻起来。打开腿部中间，这里还有一个结合的扣子，把它翻平。另外的中间这里还有一块零件，
翻下来，和这一片对应，变成脚后的一个装饰。你也可以把它炸开一些，就前指链那味儿嘛。好的，腿部现在我们就完全的解放出来了，放在这里不用变它了。主要来看车头的这一块，在前方我们展开的这个板子的时候啊，左右先把这里对折一下，打开，然后通过这个双关节先往后搓一搓，搓过来，主要是为了挪这个轴。它在这里边是一个滑道，可以把它往下拉一截。这一片面板旋转对折起来，然后顺着这个根部拧180度。这个灰色的零件看似挺细的，其实是个尼龙件，柔韧性不错。只是你别跟这个地方脱开了，顶着点儿。倒是你要是嫌麻烦呢，你把这盖子打开，顺着这一块卸下来，拆分变形也可以啊。装的时候你斜着跟它们往回一卡，就上去了，也是为了方便吧。我们把它抠下来展示啊。这块旋转过来以后，把滑槽压到底，然后注意这两面的小装饰零件，这块旋转180度，这个地方双关节再对折下来，然后根据这个根部的双关节，把它缩窄、缩起来。你想一体变形的，你就把它装上去啊；不想一体变形，你抠下来无所谓。接着继续看胳膊这个地方的拆除，在和轮子内侧的框架之上啊，手腕这个零件这里有一个插扣，把它顶松，这个位置打开，然后翻到后面来，和背包左右结合的位置有一个扣子，打松，在这里面上方这里的这一块面板打开，立起来。哎，我们这个时候抠松了所有的位置，不要往开翻，别着急，它和大腿的根部竖着，还有一个维度的长扣，把这里全部打松。3处的结合位点，外加一个外侧的挡板，这些全部抠松以后，就可以把胳膊拉出来了。哇，这坨里边还是挺紧张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的背包。飞行背包也是一体变形出来的。好，调一调方向，我们来看这个手部的变形。这一块拆的其实也挺碎的。首先从这个根部90度翻折下来，然后啊，手腕这个板件其实也是有左右的滑道的，把这插销往后滑，顺着里边的灰色轴再往下旋转90度，折过来以后啊，把这一块面板顶到里面，90度把手腕立正。再把手腕上这个圈儿立正，根部这里再拧一下90度，挪成这个样子。哎，现在把这一块抠开，根部这里有一个插头，插在小臂上的一个扣子，里边的双关节放下来的同时，这一块小面板折叠进去，还有2个灰色的边缘，这个在变形上去时候是堵轴孔的，我们把它夹起来，这个地方不要忘。注意啊，这个双关节在进的时候是有一些心形的方向的，我们折成这个角度，把这扣子边先让进去，这样斜着进，哎，这就舒服很多，直接套上。然后打开烟囱，胳膊2头肌拧到正确的角度，这里边翻开这层盖子，这儿有一个垫片儿，它垫起来啊，等于这个肩膀是方的。打开以后缩下去，再盖上，这胳膊就呈现出一个梯形的坡度。哇，这个玩意儿的细节太多了。然后肩膀后方这里又有一个滑道，把它缩短，再插进去，把这块中间的挡肉的芯儿翻好，再把这一块后肩胛旋转180度叠过来，滑道按下去。烟囱旋转180度归位，上边的烟囱尖儿这里专门留了个指甲缝儿，抠住它拉长，拉长以后倒是不容易轻易回落啊，还是卡得挺紧的。那么好，这一条手臂我们就搞定了。好的，车型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来看腰部的变形。前轮这里啊，根部的这块板件先往下翻折过来。
翻不到平啊，它是一个斜着的角度。然后轮子往内折90度，根部的滑道往下缩窄。接着拆开裆部这个位置锁着的扣子，拉开。前裙甲我们双关节腾开，填到这里。两面全部变好以后，把整个的腰旋转180度，然后胯部打开，顺着这个关节90度放下来，要让过后面这个裙甲的位置啊，从这块看，再跟这样挪过来，然后侧面的裙甲左右打开，斜着放下来，后裙甲扣上去，把屁股蛋插住，那这块就有了。腰部这里啊，往下抠，注意这个地方有2个锁扣锁着腰部，抠下来再往上提，根据这个造型锁住。现在腰还是靠前的，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我们往后推过来，填平它。好，腰部的这一块先定到这个位置。因为背包这个是一体变形的，如果你想拆分变形的话，其实会更方便一些。我们把上边的这个定风翼左右拉开，双关节先提起来，腾开空间，接着往开打，根部的这2个小板子翻过来堵住这个卡孔的位置，接着整体的扭开翅膀，拉起来旋转180度，放成这个样子，再把这2个喷嘴儿翻转挪下来。我主要是尽量想给大家展示一体变形啊，所以看起来会稍微有一些纠结。哎，这个时候再把这2个翅膀摊平，注意看根部的插扣，这些位置锁上。好，这一节背包我们先变成这个样子，再把车顶盖根部这里连接这2个锁点的地方打开，里边有一个合金的框架，拉出来再旋转180度。刚才我们缩起来的这一坨啊，就可以根据根部这里的双关节卷动，把它缩进去，缩到啥程度呢？就刚刚好，这个轴顶进去以后啊，把这块压平，然后背包这里呈现出来这种层次感的边缘，这一块先不要扣紧，拉开中间的框架。关键的来了，这一块翻折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还是挺困难的。首先拽着里边的脑袋，我们先把这块拉开一点点缝隙，它里边有一个避让的滑道，往下翻转。翻转的同时啊，注意挪脑袋，再把它往前推，转横90度以后推到最前方。这个时候上面的天线和后边的金属框边缘就没有任何的阻挡了，这空间就管够了。把它再翻折出来，再往后滑动，贴合。这个过程的操作其实比较困难，但是理解了以后就不会损到边缘天线尖锐的地方，这地方挺硬的，要小心。好，脑袋翻出来以后，肚子里面就空了。我们把侧面的轮子90度折上去，注意边缘这里还有卡榫的位置，结合，定好。装成这个样子，翻起来下方这里的一个梯形咬钩，背包90度折叠下来，根据这个金属的滑杆缩进去，侧面边缘这里边所有的卡扣进行连接。好，检查一下这一圈完全的锁定，全部扣住之后，嘿，把这个梯形钩挂上去。这里边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到正面来，腹肌2片左右的双关节装饰零件调正。好，这个腰腹部我们现在就完全的变形到位，锁死了。可以看到这块里边装的东西挺多的。这一个梯形咬钩最后锁定出来，它想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真实的联动变形零件组合完了的联动效果。但是这一块扣子啊，插完了以后掰起来很容易松脱开，你想要实现这个联动还得捏着一点。看，腰腹部在弯腰的时候，
它是靠这2个轴滑动的，腰部跟这样内凹进去，然后脊椎跟这样拉出来一截。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啊，实现真实零件变形加联动。但是你如果不捏这个扣子呢，在掰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个梯形脱开了。想法是很好啊，这个设计师有点东西，但是最终处理完呢，就是想实现还得手捏着点。很帅，设计是很帅，理论上可行，但实际玩具操作起来，这个锁定方式我觉得应该再加固一下。但是能拉出这一节联动的腰部弯腰，然后这一节脊椎拉动出来的感觉特别带感。一体变形的背包，当然你也可以摘掉嘛。我们刚才费大力气一体变形的，哎，这个时候这个扣子就可以再结合锁住。就是锁上这个背包啊，这个梯形的滑扣还不是很紧。最后肩膀上边这里的双关节翻动一下，用车门侧面这里的这个板的内侧，脑袋先挪开，变成了肩膀上方的装饰造型。从上方看这块就不会光秃秃的了，哎，想法也很好，而且堆叠过来以后，肩膀上方这一块也很平整。胳膊折下来归位，注意看。折成这样的一个90度，中间是滑槽，我们要把整根滑进去，然后双关节再归位。另外的一边也是，不过这个根部的轴应该也是尼龙的零件啊。我们先把这一块顶着，整根滑进去，然后这个双关节再撇一下，收到这个空间。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的调整。腿部刚才我们说拆开以后有一个巨大的和手臂连接的扣子，把这一块翻折90度，露出这个很漂亮的涂装面来，也把扣子隐藏了起来。哎，裙甲内侧这里也有刻画，做的细节还是挺丰富的。这款擎天柱的变形过程就是这样了，哇！整个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也是挺复杂的，但是完成以后的这个人形效果确实也很帅啊，真的也可以达到铁机桥那款柱子8、9成的一个相似度了。体型方面修得非常的漂亮，完成后人形的身高到天线顶端差不多来到了27公分左右，到肩膀烟囱最高端28公分左右。我们来看细节，头雕方面吧，我觉得这回柱子做的不算难看啊，还挺好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头部设计的它有一点问题，主要是出现在这个换脸的机构上面。其实，如果说按照它这个零件的分件情况呢，它这个脸应该是跟这样拔下来的，对吧？或者说要把头顶的这一块卸开，然后我们把脸跟这样嵌上去，再扣这个脑门。但是一则呢，这个脑门，你看这里边我垫了点纸啊，这个扣子插起来特别的松。第二个啊，我发现这个里边有上胶，这个就我很纳闷啊，我猜他会不会是把这个东西想粘死喽，然后脸从下边这里往进滑。但是咱们想一个问题，这一块你就算把它粘死了，在已经做了分件的情况下，靠这样的一个插合力夹，它是不足以夹住的，因为脸后边没有插扣。哎，这就是个问题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我原以为这后边的这2块它是插面部的面雕的，这样扣起来就更结实嘛。所以这个脑门的零件粘不粘的不打紧，无所谓，拆开以后也只是方便的拆卸。但是仔细看这3张脸，这后边并没有插销，只是做了一个透明眼的分件，所以这个脸这2个棍子不是插的，等于是顶这个脸的，只是把它顶在这儿啊，这就很松了呀。然后你只用这个夹扣夹上去，这么边缘的一个缝隙，这个固定的方式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改还来得及啊，把这面雕后边加2个窟窿出来，或者说把这个面雕整个做厚，里边掏2个树脂的凹槽，玩家可以拆下来这个脑门，对吧？
直接把这个脸插住了，插在这个零件上边，是不是就更稳固啊？而不是说像现在靠脑门这么夹一下，这个说实话夹不紧的。所以我觉得面雕这一块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这个是设计的问题啊。但是呢，换上以后的这个造型还挺好看的，无论是这张奥利安的嘴板，还是这个被打烂了半个面罩的脸，不能说100%的还原千直链铁技巧的那个，但至少不难看。就是这个面雕的契合方式，我觉得差了点意思啊。你看它插在里边，它也不是平着插进去的，根部这里还是能活动的。看脑门这里边的一个凹槽，它是一个三角形，而平面的这个面部上方这里还是来回活动的，它这块夹不住啊。所以脸部的安装啊，自然中间的核心已经有了2个扣子，真的应该把它扣结实了，再去盖这个面罩。你现在这样，这个脸真的有问题，这个设计的问题。好，脸部的一个小插曲啊，我觉得这个在后面需要改动一下。脖子这里是双段的关节，360度旋转，稍微的挪一下，并不会卡到。而且在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加轴，也可以点头抬头很大的幅度。天线并不能动啊，这个是固定死的。一体变形的背包，同时也保留了铁技巧当时的一个噱头，把这里边的板子压下去，我们就可以把枪装到这个后背。这儿再旋转一下，哎，和铁技巧一样的搭在枪在背包里边的一个形式。肩关节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平举，从这个地方的根部可以往上折一定的角度啊，肩胛打开，胳膊内侧这里还可以往上举，所以举个90度以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前后因为变形的需要，也设计了蝴蝶关节。而且，如果你为了增加可动范围，你可以把它再拉出来，让根部这多段的关节可以继续的往前折，增加活动范围。二头肌变形的需要，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同时在这一段关节上边还做了一个额外的旋转轴，也可以360度。手关节里面是一个合金的骨架，双段，曲臂可以达到一个挺大的幅度。手腕360度旋转，手指全指可动。腰部我们刚才看了，独立的弯腰联动的这一块，但是你必须得捏着后边背包，不要把这里炸开。腰部左右旋转，虽然达不到360吧，这里会被卡到一点点，但是旋转起来摆造型够用了。胯部前踢可以踢到个70-80度，后踢在45度左右。侧踢齿轮关节90多度没有问题，大腿根部360度可以旋转，小腿这些细节相当的丰富，涂装包括堆叠的造型层次很美。膝盖这里联动的细节，腿部的膝盖甲也可以跟着折动，双段关节屈腿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范围，同时膝盖内侧这里还有一个液压的联动效果。在运作的过程中，里边的零件收起来，膝盖甲跟着一起动，哇，这个效果其实很不错了。脚踝这块的左右接地让我感觉挺意外的。原先在变形的过程中，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锁侧面这块蓝色的面板嘛，这里有个扣子，我以为打开这个接地关节，这里会脱肉啊，而且这块面板就炸松了嘛。其实啊，它是2层，上方的这一块锁住了之后，左右接地关节在下面这里，而且吧，里边还是一个联动的左右接地的轴，它还拉出来一块，也不脱肉，哎，还挺好看的。所以我说，这个设计师其实在一些结构的地方还是挺有想法的，但是大局观展现得非常不错，细节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面雕就差了些意思了。所以给我感觉啊，旺财的这款擎天柱很多地方的设计是非常用心思的，比如说一体变形收纳的背包、武器这些内容，还有腰部这一块的一个变形联动的效果，它真的是用变形的零件来展示联动的细节啊，包括膝盖这个部分的联动处理，以及脚踝这里完全不干涉的联动与锁定。
再包括它整个修出来了以后，一个人形非常非常漂亮，很还原千纸链造型的这么一款擎天柱，哇！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噱头所在，可动方面的素质也是非常优秀的。在有一些联动机构的情况下，每一个范围还能做到很大。甚至说武器搭载以后的效果啊，还能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展示。比如说这个保险杠和进气格栅做成的这个合金臂爪，装上以后的稳固性也可以啊，而且甚至会有一种狼叔的既视感。就这款柱子的美型元素啊，稍微的装上武器摆一摆造型，都会觉得特别的帅。再加上配件的互动细节又十分的丰富啊，这个大盾牌的面积相当的巨大，摆在这里也是很霸气的。涂装这些分层的这种感觉做的也很棒。我们把这两面的扣子卸开，就可以安插上去了，左右嵌合在一起。哇，这个大斧的造型也特别的帅啊！杆子虽然是个塑料的，它并没有用合金杆，可能也是为了重量的关系吧。顺着这里拔开，中间这里还有一个圆圈的扣子，我们可以把它装上去。这个是为了安插在手臂上边用来加固的，所以这个大斧头握在手心里边还是非常稳固的啊。包括你跟这样提起来，这根本就不会掉，这块锁得很好。另外还有擎天柱的标配细节，打开车窗这一块的展开方式也是和千纸链铁机巧那个原版是一样的，里边有能源宝的刻画，同时这个能源宝也是可以卸下来的。在这里边安装2粒 LR521的纽扣电池，用磁吸灯控制，枪头这里有磁铁怼上去就可以发光了。我们把能源宝扣回去。胸口里边有不错的纹路刻画，包括从缝隙里边透出来这种蓝光的感觉，确实也深得千纸链那款铁机巧柱子的精髓吧，挺有样的。但是可惜呢，这一块的发光机构并不会连通到眼睛啊，那2个眼睛是不会发光的。那么总结一下吧 ，WT 旺财玩具这家厂啊，一直以来是以可变形的铁机巧机甲风为主的。他们上一款漂移其实做的也是那种风格，人形做的特别漂亮，伪装形态做的也很有样，但是变形起来也是同样纠结。这一次的擎天柱，我觉得比漂移要简易不少，但是也是能感觉到在车头这一块包裹的面板上边需要进行一些精细化的调整。但不得不说，不论是人形还是车型，这一回的擎天柱，我觉得都比漂移更上了一个档次。丰富的配件细节以及身上很多的联动机构，在这些关节的处理上、美型的修饰上，还有一些小细节的点缀以及涂装的一些工艺上面，我觉得这一家都美型方面，我觉得在可变形的美型这一块真的没得挑啊。铁机巧那个底子做的本身就很帅，但谁能想到铁机巧原先那个并不合理的、不服务于任何变形结构的一款作品，在这个设计师的笔下，它竟然可以变形出来，还能做一个很像样的平头卡车，这个是让人有一点出望外的吧。但这个过程中也是需要各种的调整啦，丰富的把玩经验啦，最后仔细的去密合啊，这个过程其实挺难的。再加上这款擎天柱其实整体的材质偏薄，别看它个儿大，但是因为服务于各种变形的机构和里外面的转换，最后还要包一个车头出来，所以它的板件做的壁厚是非常薄的，可能在变形把玩过程中，如果不慎的话，会造成一些白痕的现象。但是翻回来想，要照顾到一体变形的背包，要把这么一个完全超级细又不合理的一个美型风，最后变成那个车头，其中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啊。但最终，如果你完全驾驭得了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款柱子，哇！我想到那句话，帅不帅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能不能变形是你的事情。这款旺财的擎天柱可以说做到了既照顾到那个非常机甲风夸张的超级系美型风格，又兼顾到了我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平头卡车，还能把这些配件大部分的全部搭载在身上，除了那个大斧子之外，也确实那斧子太长了，没地儿收纳。
但是剩下的武器可以一体搭载，这个效果其实是很棒的。身上的零件很多的，就像电影系的玩具一样，各种细节都在变，都在动。最让我惊艳的是腰部的那个脊椎分层联动的细节刻画，它竟然是靠变形结构来实现出来，这一点很厉害啊。但是也能感觉得到这个机构并不成熟，因为最后锁定的时候那一块也并不稳固嘛。最后的一个致命的缺点是它脸部的一个锁定。如果说面部最后再加2个扣子啊，让这些锁定的更稳一些的话，那这款柱子就没有什么太致命的问题了。所以可能也是设计师照顾了许多面面俱到的地方，唯独缺了脸部替换时候的一些卡位的设定。可能这也是他在照顾到这么多大局观的情况下稍微失算的一个地方了。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问题啊，也是希望厂商在最后出厂的时候能把这一块面部好好的修正一下。那么得了，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